霍家3代单传，子嗣关乎家族命脉。少奶奶体寒难孕，要替少爷挑选能生养的通房，绵延后裔。应选者需处子之身。回味洞干净，胸圆臀分，腰骨纤细，是好孕圣体。少奶奶让这丫头去伺候少爷，必能一举得男。抬起头来。好一张祸国殃民的脸，若是留在夫君房里，只怕夫君的心思就不在正事上。少奶奶明鉴，奴婢是逃难来的，若不是府中收留，早就饿死了。能为霍家绵延子嗣是奴婢的福气，绝不敢生二心。少奶奶，这丫头还算懂事，她若生下儿子，少爷继承督军之位，便更加名正言顺。罢了，5日后是黄道吉日，你去伺候少爷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我和少爷不会亏待你。谢少奶奶恩典。顾宝仪，上一世我就是信了你的鬼话，替你生下儿子，你却将我毒害致死。你一个贱婢，仗着自己能生养，就想母凭子贵了。你的荣华富贵，去阴曹地府享吧。少爷，救我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拖下去处理干净！真晦气！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做你们的工具。若这副好运的身子非要为霍家延续祖嗣，谁说那人一定得是霍少谦？不能是督军到！公爹，儿媳刚为夫君选好通房，希望早日能为霍家延续香火。顾宝仪、霍少卿，上辈子你们视我为蝼蚁，百般践踏，这辈子我就当你们的母亲，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别以为被选上就飞上枝头了，督军没有夫人，这后院的主子只有少奶奶，就算你生下孩子，也还是个贱婢。双喜你个贱蹄子，这可是少奶奶赏的衣裳，不信我让少奶奶把你卖窑子里去。春桃姐饶命，奴婢真的没看见，还敢顶嘴！春桃姐，一件衣裳而已，何必呢？你敢拦我？刚说的就忘了，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！春桃姐，5日后我要和少爷合房，若身上带伤耽误香火，你担得起吗？林有为，咱们走着瞧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但您为了奴婢得罪春桃，只怕她以后会记恨您。无妨，我得罪她自然是有用的。你可愿跟着我？我不能保证你荣华富贵，但可以保证你不会再像现在任人欺辱、毫无尊严的活着。姑娘，你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在这督军府唱一出好戏，戏的主角是这督军府真正的主人霍林渊，掌控3省军政的督军，杀伐果断，是尸山血海里出来的活阎王，更是这督军府不可违逆的天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以次充好换了军粮，你饶了我，这都是副官撺掇我的。督军，霍少君，再有一次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可惜3年前一场恶战，他重伤双腿残疾，甚至丧失男人最重要的尊严，不能人道。我便是要利用这一点。谁？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你又是谁？为什么在我的房间？你的房间。再靠近，这里会变成你的停尸所。我知道，这是枪，容易走火。酒味？是喝醉走错房间，还是后院不懂规矩的想借机爬床？身上没有武器，看来是我多心了。你做什么？你占了我的房间，还要这么对我？怎么回事？大夫说过我的身体，怎么会？你放开我！我不管你是谁，但你既然送上门来，就别想走。
对一个男人而言，没有什么比失而复得的尊严更让他刻骨铭心。而这只是开场。霍凌渊，这出好戏，我要你陪我一起。果然，只是一场梦。我这身体怎么可能不是梦？昨晚的一切都是真的。王管家，督军他能进女色了？根据这帕子的绣工，找到这个女人，就算把府里翻个遍，也要找到她。哪个女人这么有福气？看来这督军府的后院要有女主人了。都快点站好，把帕子都拿出来。公爹好端端的找什么女人？不会哪个贱东西知道公爹身边没人，就生了歪心思吧？昨日去过督军书房附近的人都在这里了吗？你的丝帕呢？王管家让你拿就赶紧拿，扭扭捏捏的，莫非心里有鬼？赶紧拿出来！这是……不是这块，不一样。太容易到手的东西，男人转眼就灭，只有求而不得，才能心痒难耐。王管家，功夫大清早兴师动众的找女人，所谓何事？可是哪个不懂规矩的冒犯了功夫？少奶奶，督军的事儿你还是少管，这都督府不是哪件事您都能过问。你们都下去。林有为，听春桃说你昨夜不在房里。少奶奶，奴婢不会仗着有几分姿色去爬公爹的床了吧？怎么伺候少爷还不够，还痴心妄想要做督军夫人？奴婢不敢。少奶奶，奴婢昨夜外出是为了祈福，按奴婢家乡习行，向月神祈福，才能尽快怀上子嗣。当真？奴婢绝不敢撒谎。量你也不敢。不过，就算你有攀附公爹的心思也没用，谁不知道公爹他3年前受伤，再也不能近女色。哼，不能近女色，那只是没遇到我罢了。昨夜你那高高在上功夫，不知道有多主动。林有为，你半夜外出始终是坏了规矩，步伐不能服众，不如就毁了这张脸好了，反正也不影响生孩子。春桃，是少奶奶。不要，少奶奶，奴婢知道错了，饶了奴婢吧。贱婢，我之前说过咱们走着瞧，没想到这么快吧。住手！来得刚好。这是在干什么？这就是给爷挑的通房。少爷，少奶奶请您去趟正厅，看看选好的通房是否合您心意。哦，那爷可要好好看看了。没想到一个通房丫鬟竟是这等尤物。夫君，这个贱婢昨夜私自外出，按府里的规矩应该……就这点小事也值得你要打要罚。来，起来。你这要是打伤了身子骨，还怎么给爷生儿子？是奴婢不好，奴婢不该为了想尽早给少爷生下子嗣，夜里外出祈福，惹少奶奶生气。这贱婢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勾打夫君！别哭了，哭的爷心疼。既然是爷的人，爷给你做主，今儿谁敢动你，爷要他好看。既然夫君都发话了，今天就饶过你，若敢再犯，绝不轻饶。多谢少爷少奶奶，奴婢告退。夫君，你别忘了，3日后才是合房的吉日。知道了，啰嗦。姑娘，按你的吩咐，东西都备好了，很好，万事俱备，这场好戏可以开场了。夫君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醉鸡，快尝尝。夫君，你这些日子忙于公务，人都清简了，今晚就别去书房了，歇在这儿吧，让我好好伺候你。那个，我想起来有点事儿要去书房处理，你自己吃吧。夫君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我们夫妻都好久没……当然是军机要事，跟你说你又不懂。你是诚心让父亲觉得我沉溺女色，不把督军的位置传给我？我没有。少奶奶，少爷他没去书房，往林有为那儿去了。我少君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，连3天都等不了，非要上赶着去啃那个贱骨头！督军，府内已排查3遍，实在找不到您要找到的那个人。
他就像没出现过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这督军府漏得跟筛子一样，能让一个女人来去自如？再者，掘地3尺也得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督军，要叫警卫队过来吗？不必，大概是我听错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嘘，别叫，是爷。少爷，吓住了，美人惊慌，别有一番滋味啊。少爷，您怎么在这里？小美人儿，今日要不是爷及时赶到，你这张俏脸蛋可就保不住了。说说，打算怎么报答爷？少爷大恩，奴婢日后定为少爷当牛做马。当牛做马，这督军府里可不缺牲口。那怎么办？得这样。少爷，少奶奶说了，3日后才是吉时，若提前同房，怕是不好有孕。到时少奶奶怪罪，奴婢万死难辞其咎，求少爷怜惜。哼，什么吉时，也等不了3天。少爷，求您至少让奴婢先沐浴净身，然后才可以。还是你懂事。好啊，也等着你洗干净。台已搭好，脚已就位，这场戏终于要开锣了。心肝儿还没好，爷都快叫你磨死了。少爷，急什么忙？奴婢总得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，才好来伺候您啊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够干净了，赶紧出来让爷疼疼你，再不出来我可就进去了。少爷，心急，可吃不了热豆腐。乖乖，你这哪是沐浴净身，简直是在要爷的命啊！这味道，是他。少爷，小乖乖，还穿什么衣服？来，到爷这儿来。霍林渊，如果看到日思夜想的女人即将被你儿子染指，不知你会作何反应？少爷，您吓着奴婢了。现在就吓着了，那待会儿你可怎么办？来，乖乖。小妖精，跟爷玩这套，看爷抓住你，怎么收拾你！香味没了。奴婢该死，冲撞了督军，督军饶命！无妨。
把那东西给我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回督军，这是住在北厢房的林姑娘前2日赏给奴婢的。北厢房。督军，您不能过去，少爷他刚才进去了，这会儿恐怕不太方便。什么意思？回督军，林姑娘是少爷的通房丫鬟，少爷今晚提前去合房了，林姑娘不愿意，但也违抗不了。滚开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差不多，人也该到了。少爷，别这样！小美人儿，原来你喜欢这么玩，够劲儿，爷更喜欢了。少爷，不要这样，求你放开我！少爷，住手！霍督军，我总算等到你了。你是？霍少君对你用强了。少爷，别这样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少奶奶，顾宝仪，你找死是不是？没看见爷正在办事吗？夫君息怒，我不是要拦着您，只是3日后才是合房的黄道吉日。够了，少拿这些玩意儿糊弄我！少爷，这生子大事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若时辰不对，轻则难运，重则……行了行了，啰嗦！爷的兴致全叫你们给搅没了。晦气！贱婢，竟敢勾着夫君提前合房！少奶奶明鉴，奴婢不敢，奴婢也让少爷别这样。是少爷他还敢狡辩！少奶奶，您消消气，看这情形，倒像是少爷一时兴起用强。林有为，你给我听好，要是让我发现你耍花样勾引少爷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是。霍督军，下一个该你登场。按顾宝仪的性子，的确能做出那番事来，所以他并未跟少君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？不知倒是敢爬本督军的床。督军，你是督军？督军恕罪，那晚是奴婢喝醉了，走错房间，无意冒犯督军，求督军开恩，饶了奴婢。起来。奴婢真的不知道那是您的书房，求督军宽宏大量，放过奴婢。放过你，可以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到我身边，跟着我。督军，可我是少爷的通房。你觉得跟我发生了那种事，还能当少君的通房？督军，那晚只是意外，可否请督军忘了那晚之事？你说什么？奴婢能有今日是少奶奶抬举，奴婢不能辜负少奶奶，奴婢只能是少爷的通房。如今霍林渊只是对我有兴趣，可我要的不止这些。你觉得在我霍林渊身边，还不如当我那儿子的通房？好，很好。既然你这么想留在少姬身边，那便随你。督军，你眼中的愤怒告诉我，你的嫉妒之火已经烧起来了。这火可要好好烧，直到替我把霍少君和顾宝仪烧成灰烬。少奶奶，您瞧少爷看那贱婢的眼神，若是真让他伺候了少爷，岂不是要爬到您头上去？他敢！少奶奶息怒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让少爷赶紧有后。那丫头毕竟是好运圣体，好运圣体又怎样？咱们督军府是什么地方？难道还缺能生孩子的女人？春桃说的对，
谁说我非要指望那个贱婢给夫君生孩子？若他威胁到我的位置，我何必还要留他？少奶奶，奴婢倒有个主意。就这么办，我不仅要让夫君厌恶他，更要让夫君亲手了结他。少奶奶念你身子骨弱，特赏你一碗补汤，让你养好身体，等着伺候少爷。顾宝旭这么快就忍不住来找事，看来我昨日那出戏起作用了。多谢少奶奶厚爱，我稍后便喝。少奶奶吩咐，必须让我亲眼看着你喝。怎么，你想辜负少奶奶的一番心意？看来这汤是不喝不行，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招。算你识相。林姑娘，春桃姐，林姑娘这是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虚不受饱罢了。下贱胚子，一点好东西都受不住。哼，愣着干什么？把她扶床上去歇着。是春药，顾宝英，既然你把刀递到我手上，那我可要好好利用。双喜，这是干什么？春桃姐，林姑娘睡不安稳，需要安神香才能入眠。哼，矫情！行了，滚去干你的活。好热。贱婢，等下有你的好果子吃。进来吧，待会儿我会把门锁死，你只管尽兴玩，动静越大越好。事成之后，少奶奶还有重赏。小美人儿，哥哥这就来等你。你是谁？别过来！督军，林姑娘想要问督军，那日拾到的丝帕，若是方便，能否还给她？她想要回这丝帕，为何不自己来取？林姑娘说她之前冲撞了您，不敢再来见您了。是不敢，还是不想？既然他不来取，那我便亲自给他送过去。他已经拒绝得如此清楚，我这是做什么？多此一举。林有辉，你这是？好热，帮我。林有为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不可以吗？林有为，这可是你先招惹我的。少奶奶，成了，春桃正盯着，绝对不会让那丫头跑了。夫君，嬷嬷说幼为身子不适，要不你陪我过去瞧瞧？她马上就要和您合房了，可别出了什么岔子。不舒服，可别耽误了爷的好事儿。房里是什么声音？少奶奶，这听着像是男欢女爱的声音，难道林姑娘在？你说什么？嬷嬷，幼为怎么可能做那种事？别胡说。可这是林姑娘的房间，除了她也没别人。少爷，少奶奶，这有玉，他竟敢！少爷，
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您不能进去。滚开！少爷，求您别进去，姑娘她不舒服，刚睡下。滚开！爷要看自己的人，轮得到你推三阻四？夫君，您这样贸然闯进去，万一是咱们听错了，岂不是伤了你和幼薇的感情？听错？老子身经百战，这动静我能听错？这个贱人竟敢背着我偷人！林姑娘，少爷和少奶奶来了。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督军，林姑娘，少爷和少奶奶来了。有人！滚！滚！少爷，我好像听到了男人的声音。贱人，真敢给爷戴绿帽子！这下，夫君一定不会饶了这贱婢。没想到这贱婢竟然这般浪荡没规矩，身为夫君通房，竟然去伺候别人，根本不把夫君放在眼里。贱人，爷今天一定要毙了他！少爷不要！滚开！林有为！春桃，怎么是你？奴婢，林有为呢？少奶奶，你在找我吗？怎么会？你怎么会从外面回来？贱人，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！顾宝仪，多谢你送来的机会，让我和督军能再次亲近。既然你想唱这出戏，我就陪你好好唱。林姑娘，少爷和少奶奶来了。有人！滚！不要，你快走。你怕被他们看见？看见又如何？正好叫他们知道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督军，求你。罢了。现在还不是叫他们知道的时候。好戏总要有人唱，这场捉奸的大戏就辛苦二位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林有为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回少爷，奴婢刚才觉得燥热，出门透气。至于春桃姐为何和一个男子在奴婢房间衣衫不整，或许少奶奶更清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清楚？春桃姐是少奶奶的丫鬟，受少奶奶命令行事。少奶奶不清楚，还有谁清楚？奴婢冤枉我啊！是林有为，他陷害我，是他与家丁私通苟且。少奶奶，是林有为怕奴婢告发他的奸情，下药把奴婢迷晕，做出这副假象。你要为奴婢做主啊！是，就是他，这个贱人耐不住寂寞，让小人来陪他。后来春桃来了，他怕暴露，就下迷药伪造我和春桃在一起。还真是精彩，这出戏要不陪你们唱下去，都是我的失职了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受了谁的指使要这样害我？臭娘们儿，你居然翻脸不认账！少爷，小人知道他后腰有一红色指甲大小的胎记。少爷，奴婢可以证明，那日验身，奴婢看到过。没想到他们准备还挺充分。林有为，我和夫君对你寄予厚望，盼着你为霍家开枝散叶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廉耻。奴婢没有，奴婢自入府以来，心里只有少爷一人。闭嘴！你要跟他没关系，他怎么知道你后腰胎记的事儿？也可不稀罕你这种被人玩过贱人。姑娘，夫君，这贱婢若不严惩，你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万一传到公爹耳中，怕是要怪您治家不严。少爷，奴婢没有，你信奴婢一次。贱人，真当爷不敢杀你吗？少爷，姑娘是冤枉的，少爷，求您饶命！贱人，这次你死定了！
亲，来了。霍凌渊，你果然放心不下我。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竟不知道，我霍家后院竟成了能随意动枪草菅人命的法外之地。杜鹃，父亲，是这贱人背着儿子偷人，儿子是在清理门户。宫殿明鉴，夫君这是为了霍家的名声。督军，求您明察，林姑娘是冤枉的。冤枉什么？他连这贱人后腰有红色胎记都知道，怎么可能冤枉？督军，都是这贱人三番四次勾引，求着小人和他换好。没错，督军，奴婢亲眼所见，这贱人为了不暴露，还陷害我。你说他后腰有什么？红色。我再给你个机会，你说他后腰有什么？督军饶命！我不知道，胎记的事儿是春桃告诉我的。春桃给了小人钱，让小人来玷污林姑娘。不是的，督军，他血口喷人，奴婢只是个丫鬟，怎么敢做这种事儿？督军，这是春桃给小人的，说事成之后少奶奶还有重赏。顾宝仪，这不是你的钱袋子吗？不，这是他偷的。公爹，儿媳绝不会做这种事。少奶奶，你便这般容不下我，为何要如此？你给我闭嘴！顾宝仪，公爹，夫君，我冤枉啊！是春桃，是这个贱婢做的。她之前就看不惯林有为，所以才打着我的名义做这些事。少奶奶，你春桃，少奶奶平日待你可不薄，你居然拉少奶奶垫背，还不赶紧向督军、少爷、少奶奶认罪！春桃，你娘和你家5个兄弟姊妹若是知道你这般撇性，怕是要被你气死。督军，是奴婢做的，奴婢看不惯林有为，才故意诬陷他。督军饶命！督军饶！公爹，看在春桃跟了我这么久的份上，你……顾宝仪，我霍家的该院不是耍心机的地方。即日起，下次再有这种事，这便是下场。儿媳谨记。霍少君，既然你连自己后院这点事都处理不干净，那就不必在家待着了，即刻启程，去南省督办军需。什么时候把事情办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父亲，可南省正在打仗。你在跟我讨价还价？儿子不敢。霍少君、顾宝娥，别着急，你们的报应才刚开始。督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府里有哪儿是我去不得的？你今日给我演了一场好戏。奴婢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顾宝仪算计你，被你反将一手。林有辉，你本事不小，连我都敢利用。督军，既然您已知晓，那应当知道是少奶奶给我下春药，我没办法才……我只问你，那种情况下，你要找人帮忙，为何是我？督军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留在我身边？你不用急着打我，我给你时间，好好想清楚。姑娘，你刚才为何不顺水推舟应下督军？有督军护着，以后这府里谁还敢动您分毫？双喜，对霍凌渊这种人而言，女人不过是唾手可得的点缀。我要的不是他一时的怜悯，而是他永远的惦记。那姑娘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一个喜讯，一个足以让这督军府再次天翻地覆的喜讯。
姑娘，督军又差人送东西来了，这已是本月第7回了。照老规矩，原样送还回去。姑娘，你已经聚这么多回了，督军那样的人物，万一觉得你不识抬举，厌弃你了怎么办？他不会的，双喜，你记住，最让男人上瘾的，从来不是爱他的女人，而是那个他爱而不得的。姑娘，少奶奶过来了，不知道又找什么麻烦，咱们避一避吧。姑娘，您怎么了？时间差不多，果然我这副好运的身子没让我失望，时机刚刚好。双喜，别声张，我可能是有了。孩子不是少爷的，等他回府，我寻个机会要与他共处一次。孩子能算作他的骨肉，也能稳固我在府上的地位，明白吗？姑娘，您为何？可姑娘，万一被发现，不会的。你悄悄出府，找家可靠的医院，抓几副安胎药回来，千万别让人瞧见。奴婢明白。这个贱婢还以为是个安生的，没想到做出这等龌龊事。早知如此，少奶奶之前何必费心给她安排那出戏？真是老天都在帮我，这贱婢自作孽不可活，怀了野种还想让夫君当冤大头，做梦！嬷嬷，跟上双喜，她去了哪家医馆，抓了什么药，我全要知道。林有为，这次我一定叫你再也翻不了身。双喜，你去倒药渣的时候务必小心些，千万别人瞧见了。姑娘放心，奴婢心里有数。张大夫，你可是城中的妇科圣手，帮我好好辨认一下，这是什么药？当归、传冬、白芍，少奶奶，这是安胎药。果然，林有为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姑娘，事情都办好了，人也通知到了，网已经织好了。顾宝仪，你也该撞进来了。少奶奶，您这是……林有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少奶奶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林有为与人私通，诛胎案急，来人，给我把他拿下！少奶奶，难道您又要像上回那样冤枉奴婢吗？这是你让双喜去倒的安胎药药渣，你还有脸说我冤枉你？奴婢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少奶奶，奴婢从来没倒过什么安胎药啊，您不能冤枉姑娘。贱婢，还敢嘴硬！我亲眼看着你倒的药渣，还能有假？少奶奶，说不定是嬷嬷看错了呢。您怎能仅凭一些来历不明的药渣就断定奴婢怀孕呢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张大夫，给她把脉。不行。怎么怕了？你要是清清白白，躲什么？给我按住他！主使，别碰姑娘！小贱蹄子！双喜，不要，我没有怀孕！少奶奶，我求你，不要！现在才求，晚了。诊脉。不要！督军，刚才双喜那丫头来报说林姑娘怀孕了。什么？那孩子难道是我？督军，您先别想了。双喜说少奶奶也知道了这事儿，已经去找林姑娘了，怕是……走。我不要把脉，不要把脉！少奶奶，奴婢知错了，求您饶了奴婢吧。回少奶奶，是喜脉，应有1月余了。好啊，林有为，你从未跟夫君同过房，说肚子里的孽种是谁的？奴婢不能说。不说，那就给我打到他说了一。姑娘，督军，少奶奶8成已知道那孩子不是少爷的，以他的性子，他会当场打死林姑娘。他敢！那孩子一定是我的，这副身体还能有子嗣。若是林有无或者孩子出事，就让顾宝仪陪葬。怎么还不说奸夫是谁？
奴婢不能说。少奶奶，求您饶了林姑娘吧。她铁了心要护着那奸夫，我怎么饶她？来人，你不说也行，只是这孩子不能留，这是上好的红花，给你这个贱婢算是便宜你。不，少奶奶，奴婢求您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有什么事您冲我来，放过我的孩子。不，贱婢，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。顾宝仪，你的得意该到头了，给我撬开他的嘴，滚，使劲滚！你在干什么？公爹，您来了正好，儿媳正在为霍家清理门户。这贱婢偷人怀了野种，张医生刚诊，已经1个月了。1个月，时间正好。这孩子果真是我的骨肉。公爹，儿媳正在给这贱婢灌红花，让她知道背叛霍家的下场。你说什么？依儿媳看，像她这种不知廉耻的小可爱，光是灌药都是便宜她了，就该打断手脚，扔到最下等的窑子里，被千人骑万人压。公爹，怎么？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居然还敢滥用私刑！督军明鉴，少奶奶也是一片苦心，都是为了霍家生育啊。这贱婢怀了野种就该……闭嘴！谁说这孩子是野种？他是……林姑娘，督军，姑娘一定是刚刚受惊了。王管家，把她送到西院去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是。现在还不是叫顾宝仪知道真相的时候。公爹，这等下贱胚子背叛夫君，应该严惩才是。够了，此事我自有决断。少奶奶，督军向来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怕是要亲自处理那个贱婢。咱们还要不要派人盯着西院那边？不必了，以公父的脾气，这贱婢只会死得更惨。只可惜不能亲眼看着这贱人是怎么被活活折磨死的。行了，还有没有哪里不适？督军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有我在，没人能动你们母子分毫。奴婢又冒犯督军了。地上凉，回床上。林有为，你还要躲我到几时？你怀了我的孩子，为何瞒我？奴婢现在名义上还是少爷的人，此事若是传开，你的清誉会被我玷污。所以你宁可瞒着我独自担惊受怕，甚至差点让顾宝仪害了你们母子4命。在你心里，我那点女命比你们2条命还重。奴婢只是……以后别再说奴婢，从今日起，你留在我身边，你和孩子由我亲自看顾。我会让你以我夫人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生下这个孩子。夫人，林有为，你心里早就有我了，对不对？你每次遇险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，醒来第一刻也是扑进我怀里。若这都不是心意，什么才是？督军，我不值得您这么做。值不值得？我说了算。过几日，我会在府中办一场酒会，当众宣布你的身份。你只需好好养胎，安心做我的夫人。恭喜姑娘得偿所愿。哼，霍少君、顾宝仪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少奶奶还以为督军秘密处决了您，正得意着呢。那就让他再得意几天。顾宝仪，你想让霍少君继承督军之位，你好当督军夫人，那也得问问我们母子同不同意。夫君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南省的事办完了？办什么办？父亲急电召我回来，说是明日要在府里办酒会，当众宣布新的督军夫人。公爹身边什么时候有了人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这少奶奶怎么当的？父亲身边有了女人，你竟毫无察觉。行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去叫林幼莹过来伺候爷沐浴更衣。夫君，是我管教不严，那贱婢她背着您与人私通。什么？顾宝仪，这次不会又是你？夫君，我没有。那贱婢怀了野种，公爹也知道，而且她已经被公爹亲自处置了。贱人，该死的贱人！爷还没碰过她，她竟敢……夫君，为那贱婢气坏身子不值当，我日后定为您挑选更妥帖的人生育子嗣。子嗣，对，爷必须尽快有儿子。父亲突然娶妻，若这女人不安分，我这继承人的位置
只怕不稳。可大夫不是说过，宫爷不可能再有子嗣了吗？这新夫人即便进门，也不过是个摆设，怎么会威胁到你的位置？妇人之见，父亲正值壮年，若他哄得父亲高兴，从霍家旁支另选继承人怎么办？我还有何指望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明天的酒会，先看看这女人是何路路，再做打算。督军，这霍家的家传手镯，今后就交给你了。这太贵重了，我怎么配？我说配得上，就配得上。我还以为您会把这个镯子留给少奶奶。哼，心思不正，如何担得起霍家女主人的谋头？紧张吗？明天的酒会，有督军在，我不怕，但又怕给督军丢脸。明天之后，3省之地，谁不知道你是我霍林渊的夫人？他们只会羡慕和敬畏。我很期待明天你站在我身边的样子。我也很期待明日霍少君和顾宝义的表情，期待亲手送他们下地狱的那天。督军今日这酒会排场可真不小，3省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。父亲续弦是大事，自然要办得隆重些。这哪是寻常酒会，分明是告诉所有人，这新夫人她看重的很。啧，能让明镇3省的督军如此破例，这女人手腕了得。何止是了得，霍少，依我看，您可得仔细着。这位新夫人可关系到你们霍家未来的格局啊！各位来宾，感谢各位赏光莅临督军府。今日督军特设此宴，是为向诸位介绍他即将迎娶的新夫人。现在有请夫人入席见客。这排场，夫君，宫爹向来不喜张扬，怎么会如此抬举这女人？慌什么？我到底是父亲唯一的儿子，一个女人还能翻天不成？我倒要看看她有什么本事。林有辉，怎么会是他？林有为，怎么是你？你居然没死！死？少奶奶说笑了。督军仁厚，怎会无故要人性命？贱婢，公爹饶你一命，你就该夹着尾巴滚出霍家！竟然还敢跑到督军府的酒会上撒野，给我滚出去！这场酒会没有我，怕是就办不成。难道这人就是督军夫人？督军夫人，她也配？不过是夫君之前一个通房与人私通怀了野种，本以为公爹早已将她处置了，没想到竟跑到这里来胡言乱语。我当是什么人物？原来是个偷人的下贱胚子！少奶奶，府里出了这等丑事，还不快叫人拖下去乱棍打死！林有为，现在立刻滚出去，爷还能赏你个全尸！听见没？夫君开恩，你还不滚？霍少君，我从未与你圆房，何来通房之说？还有，你们再对我不敬，待会儿只怕从这里滚出去的是你们！贱婢，你敢威胁我吗？看我不撕烂你这张臭嘴！等等，他手上戴的那不是霍家祖传的翡翠镯子吧？难道她真的是督军夫人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假的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给我拖下去，听候发落！少爷，不可！王管家，你维护这贱婢，莫非是和他串通好了，故意来搅乱酒会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少奶奶，请您慎言，林姑娘可是……是什么？你连本少爷的话都不听，信不信我连你个老东西一块收拾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不知死活的贱人拖下去！不可！滚开！霍少君，顾宝仪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住手！谁敢动我的夫人？方才冒犯夫人的，自己回营地罚跑50圈。诸位，这便是我霍林渊的夫人林有为，从今往后亦是这督军府唯一的女主人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公孙，她就是个通房丫鬟，怎么可能是你夫人？是啊，父亲，你是不是被这个贱人蒙骗了？父亲，督军，要不今日就算了吧。儿媳和儿子一时难以接受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我不要害霍家沦为笑柄。笑柄？我霍林州的夫人，何时需要看人脸色？督军与夫人郎才女貌，实乃天作之合。祝督军与夫人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不，公孙，儿媳不是不敬重您，是这个贱婢，她肚子里不知道怀了哪个男人的野种，怎么能做督军夫人？
野种！我霍林渊的骨肉，你叫他野种？什么？父亲，她怀的真是您的孩子？怎么，你在质疑我？儿子不敢。我和督军本想等胎相稳了再宣布这个喜讯，未曾想会被儿媳误会。贱婢，你别在这惺惺作态！够了，霍少君、顾宝仪，你们是不是不愿我再有子嗣？公爹，我也是为了霍家呀。来人！送少爷和少奶奶回房休息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今天不必再出来了。父亲，督军，儿媳和少君年轻不懂事，我相信他们绝非存心忤逆。有辉，今日你首次以我夫人身份亮相，我若对你的委屈视而不见，往后督军府谁还敬你？让诸位见笑了，酒会继续。夫君，你干什么？顾宝一，父亲现在正宠着那贱人，你当着满堂宾客的面羞辱她，贤爷死得不够快是不是？我还不是为了你，夫君，那贱婢如今爬到你我头上作威作福，你真能咽下这口气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那贱婢可是你的同房，你的女人。霍少君，你若还是个男人，就该……霍少君，打我！听着，顾宝一，再让我听见通房两个字，不用父亲动手，我先休了你！晦气！我去外面喝酒，今夜不回来了。这个贱人，今日之辱，我顾宝仪记在心里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，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夫人，这是少奶奶为您备的新婚贺礼，这成色玉中极品啊！顾家真是财大气粗。督军，近日战火不断，这尊玉如意价值不菲，换成银钱捐作军需，比放库房蒙尘更有意义。您说呢？既是你的东西，便全凭你做主。王管家，记下，明日便着人估价，以夫人名义捐作军需。是。督军夫人心怀家国，实乃大义。督军得此贤内助，真乃三省之福。你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我只怕你过于仁厚，以后在府里会吃亏。不是有督军护着我吗？您在，我便什么都不怕。可我总有不在府里的时候。王管家，督军，从明日起，府中一切内务全部交由夫人定夺。督军，这副担子太重，我怕我做不好。我说你能，你便能。你是我的夫人，这府里便该你说了算。王管家，你从旁协助，遇事禀报夫人即可。夫人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。是，往后一切听从夫人吩咐。那我就试试，往后就劳烦王管家多费心了。顾宝仪，你费尽心机想要攥在手心的东西，如今被我得到了。诸位，今日喜得贤妻，又逢麟儿将降，双喜临门，我霍林轩在此敬大家一杯。我以茶代酒敬大家，愿往后与诸位常来常往，共守三省安宁，同享盛世太平。督军小心！有刺客！禁卫，保护督军和夫人！有位，都别动！躲好，别出来！督军，
霍林远，我的棋才下一半，你不能死。威尔，杜君，您没事儿，真的太好了。你敢动枪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谁让你出来的？不是让你躲好吗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督军，属下带人清查全场，抓到一个活口，其余刺客均已被当场击毙。霍林远，你不能动我！我可是总统府的人，杀了我，大总统绝不会放过你，你迟早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王管家，督军，属下在。立刻安排精锐警卫全程护送夫人回西院，守好院门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得惊扰夫人休息。是，属下这就安排。督军，威尔，听话。你看你脸色都白了，刚才受了惊吓，再不休息，身体肯定撑不住。这里有警卫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那督军也万事小心，千万不要受伤。我在西院等你回来。夫人请，属下已安排好警卫，定能护您安全抵达西院。这一枪我赌对了，老天，你终究还是站在我这边，对不对？霍林渊，你的命是我保住的，往后可要让我好好利用才是。让诸位受惊了。看来我霍某这2年太惯着某些人了，惯得他们忘了这3省之地姓什么。督军言重了，逆贼猖狂，幸得督军和夫人神武化险为夷，是我等见识浅薄，受了惊吓。督军放心，我等定与督军同心，彻查到底。如今总统府的一条狗也敢跑到我的地盘撒野，传令，即刻起全城戒严，封锁所有城门路口，严查一切可疑人等，凡行迹可疑、无法出示录音者，一律扣押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另外，所有将官半小时内务必赶到议事厅集合，迟到者军法处置。今日之事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，敢动我霍林渊的人，扰我霍家的地盘。姑娘，听说今日酒会上有人行刺督军，你有没有事？我没事，督军也没事，外面的警卫就是督军派来保护我的。阿弥陀佛，吓死我了！那些刺客是什么人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督军府动手？是什么人不重要，这世道从来就没真正太平过。姑娘，双喜，今日这场刺杀可能只是一个开始，更大的风暴要来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姑娘，你刚苦尽甘来，眼看好日子就在前头了，怎么这贼老天是见不得人好吗？现在不是怨天的时候。双喜，你现在去顾宝仪院子里找一个叫春兰的丫鬟，那不是春桃的妹妹吗？告诉她，若想报仇，就盯紧顾宝仪和霍少君。姑娘，难道这次刺杀和少爷少奶奶有关？嘘。双喜，你只要知道，我们会活到最后，站到最高的位置，只有在那里，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我明白了，姑娘，我这就去办。前世霍林渊遇刺，霍少卿趁机夺取了督军之位，顾宝仪在督军府横行霸道，害我惨死。这一世霍林渊毫发无伤，我会让这场动荡变成你们的催命症。他娘的！欺人太甚！督军的酒会，总统府居然敢派狗来咬人，这是把咱们3省的脸面按在地上踩。不仅是踩脸，更是试探。督军，看来大总统结义站队南省了。督军还等什么？咱们就该立刻点兵，狠狠打过去，让他们知道咱的枪炮不是摆设。打，自然要打，但怎么打，何时打，打到什么地步，需有章法。少君呢？
他刚从南省交接军需回来，那边的最新情况他该清楚。他人呢？督军已经派人去请少爷了，只是什么？是父亲，各位都在啊？听说出事了。霍少君，议事的命令半个时辰前就传遍了府邸，道喝到现在才来。父亲，儿子心里不安，就喝了2杯压压惊。你这是喝了2杯？父亲，这就是你整日说的要为父分忧，这就是你身为军人的担当。督军息怒，您今日大喜，或许少爷一时高兴就……闭嘴！军法第1条，临战酗酒，懈怠军机，该当何罪？按律，当杖责40。来人，把这个混账拖到院子里，杖责40，让他好好醒醒酒，也醒醒脑子。儿子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饶了我这次。40军棍，儿子受不住啊！还请督军念在骨肉亲情，从轻发落少爷吧。军法如山，岂容徇私？今日若不严惩，他日何以服众？拖出去，执行！父亲，我可是您唯一的儿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是不是从没把我当你的儿子看过？要不，你怎么会娶我的同房萧妃，还和那个贱人有了孩子？父亲，打我见事起，您就对我诸多苛刻，甚至连督军少爷的体面都不给我，我在您心里到底算什么？好，很好。既然你觉得我这个父亲不公，那从今日起，你就卸下所有军职，回你的院子，做你的霍少爷。督军三思啊！40军冠已是重罚，再革去军职，少爷毕竟是您的血脉，谁再求情，与他同罪。不，父亲，您不能，我是您唯一的儿子，我是霍家的继承人啊！继承人，你母亲现在有孕，未必不会再给我生下第2个继承人。行刑。是。督军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今日的刺杀还有您责罚少爷的事都传出去了。真真假假，才能让人坐不住。督军，我多嘴一句，今日对少爷的处罚是不是重了些？毕竟咱只是做个内部不稳的假象给南边和总统府看，假戏也要做得真，才有人信。何况这个混账如此不争气，我如何能将霍家、将3省交到他手上？是。夫人那边怎样了？刚刚警卫来报说，夫人房里的灯还亮着呢。今日着实惊险，夫人一个弱女子，又怀着身子，约莫心神不安，难以入睡。我去看看她。督军，夫人若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终日忧虑，于身子不易。你想说什么？督军，您看是否要稍稍透些底给夫人，也好让她安心，知道一切尽在您掌握之中。不必，有些事知道的越少，对她越是安全。可我既娶为妻，就要她一辈子平安喜乐。那些污糟事不该沾她的身。姑娘，都安排好了，
只要少爷和少奶那边有变动，咱就能第一时间知道。好，还有一事，我不知真假。我刚刚听到有人说，少爷醉酒误了督军的军情会议，被督军下令打了40军棍。这么严重？这还不算完，督军还革了他所有军职。现在他就只是个空头少爷了。霍少军前世能成功夺权，心机手段绝非等闲，怎会在如此关键的节骨眼上自毁长城？我还听说，督军当众姑娘你怀有身孕，迟早会生下一个儿子，届时他可以换继承人。什么？你可听清楚了？下人都传遍了。书房重地，戒备森严，督军对亲生儿子的处置，还有换继承人的话，怎么会这么轻易传出来？姑娘，你是说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？难道是少爷自己？不可能，这种话对霍少军而言是奇耻大辱。不是少爷，还能有谁？看来今日这场刺杀并不简单。姑娘，您别多想了，还怀着身子呢，得多休息才是。督军今日要处理那么大的事儿，恐怕不会来了。您先睡吧。我睡不着，有些事想不通，理不顺，躺下也不安心。不安心什么？督军，督军，您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军情紧急，您万不可为了我分了心神。为了我的夫人，怎能算分心？你的脸色还是不好，今日还动了枪，可见吓得不轻。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看看？我没事。督军见我开枪，是不是也吓了一跳？还好老天眷顾，我没打偏，不然……别怕，都过去了。府里已加强戒备，不会再让任何人钻了空子。你安心养着，外面的事有我。我相信督军。对了，双喜方才听下人们议论，说少瑾他被您革职了。霍少俊身为军官，酗酒误事，口出狂言，动摇军心，这已是看在他姓霍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可他毕竟是您的儿子。威尔，你是在替他求情？不是，只是我还听说您说要换继承人，这话若是传开，恐怕会引得人心浮动，更生事端。这话都传到你耳朵里了，这督军府还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督军息怒，是我多嘴了。无妨，你是我的夫人，在我面前不必这般小心。这混账居然说我没把他当儿子，我霍凌云的儿子怎么能如此毫无担当，只知怨天尤人？他这般荒唐，是我霍家基业，是三省千万百姓的安危，如何教育他上？那督军也不能当众这么说，万一日后伤了父子情分，如何是好？我确实冲动了，今日说了这番话，恐怕会对你腹中胎儿不利。这些日子你外出，一定要让警卫紧跟着。他在担心我。我每晚都会来陪你，直到你安心睡着。霍凌渊的说辞没有漏洞，但这场父子冲突的爆发时机，还有流传出去的话，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夫君，宫殿也太狠心了，怎能对你下这种狠手？滚开！要不是你犯蠢害我丢了面子，我怎会跑去喝酒？我当时只想给你出气。出气？你那是给我招祸！偏偏还赶上父亲遇刺，紧急召集所有军官议事。夫君，父亲就是一时气急了。你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不会什么？父亲说了，若林有为那贱人生下儿子，就能换掉我这个继承人。什么？明日，你借着请医生看伤的名义，把城南医馆的张维礼请进府。我要通过他和大总统搭上线，到时候这督军府来做主了。夫君，这可是造反啊！要不
是你生不出孩子，我会是这个下场吗？既然父亲不把我当儿子，那我也不必再敬他这个父亲了。都是我的错。对了，给爷找几个女人来伺候，看到你这张脸就烦。夫君，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你要是办不好，我就和你离婚，再娶一个贤惠能生的。姑娘，春兰来了。夫人，您真的能帮我的姐姐春桃报仇吗？你既肯来我这儿，想必是听到了什么要紧的事，起来说话。少爷请了一个叫张维离的人入府，说此人能助他当上督军。有意思。姑娘，我们得赶紧告诉督军。自然要告诉，不过咱们得先去看看我那个好儿子好儿媳。夫人，使不得，您如今身子贵重，万万不能涉险。是啊，姑娘，您要去那儿，那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不必担心，我要帮他们把坑挖得再深一点。少奶奶，张先生已经去给少爷看诊了，这是府里丫鬟的名册，您过过目，挑个合适的给少爷做通房。通房，霍少坤那样了，心里头还惦记这档子事儿。公爹骂他不堪大用，我看真是半点没错。少奶奶息怒，仔细气坏了身子。少爷也是急昏了头，眼下这情形，咱们只能先顺着他。顺着他？你让我怎么顺？这些年我看着那些贱胚子一个一个爬他的床，如今还得亲自给他挑女人。我当姑娘的时候，何时受过这些气？可如今形势比人强啊！少爷惹恼了督军，咱们的倚仗已经去了一大半。若是再连少爷的心都拢不住，拢不住就拢不住，大不了这日子不过了。少奶奶慎言，虽说民国了，讲究新风气，可女人家若是被夫家休妻，外头那些闲话能淹死人呐！难道我就只能认命？少奶奶，忍一时，图长远。少爷要女人，咱们就给。万一哪个女人生下孩子，还不是得叫你一声母亲？我就再忍他一时。名次你看着办吧。挑2个家世最清白、脑子最木、模样不要太出挑的。是。少奶奶，夫人来了，说来看看您和少爷。他怎么来了？嬷嬷，快去内室告诉夫君。是。等一下，嬷嬷，这孕初期胎相最是不稳，若是不小心磕着碰着，那孩子岂不是会保不住？您的意思是？我去迎接母亲，别让她受惊了。婆母，您身子贵重，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该是儿媳去给您请安才是。儿媳有心了，我替督军来看看少君的伤。母亲来了，恕儿子不能起身相迎。快歇着吧，打的也太重了些。夫人，少奶奶放心，未伤及筋骨，少爷养一阵就好了。夫君他确实是糊涂，这顿打也算让他长长记性。少奶奶，热水打来了，该给光夜擦耍换药了。夫君，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无碍，别管我。快，大夫，你快看看少君的伤。
张大夫，少君他伤势如何？少奶奶，少爷的烫伤的是那要害之处，恐怕什么啊？恐怕以后再难有子嗣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这个庸医！来人，把他压下去，省得他再出去害人。冤枉啊，夫人！母亲，明明是这个贱婢干的好事。夫人，少奶奶，奴婢冤枉，奴婢是被人……你还想狡辩？少奶奶，夫人，这贱婢是春桃的妹妹，她定是怀恨在心，想为春桃报仇，故意谋害少爷啊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拖下去打死！慢着，林有为，你什么意思？别以为少君出事了，你就能……儿媳变脸变得真快啊！是有不公，我这个督军夫人还不能查问了？还有什么不公？夫人说话，何人敢插嘴？双喜，方才你站得近，你可看清了春兰是如何狡猾的？奴婢看得清清楚楚。春兰端着盆过来时，是这嬷嬷伸脚绊了春兰一下。夫人，奴婢看得真切，那盆热水本是朝您泼去的，若您没避开，现在躺那儿的就是您和腹中的小少爷了。我的孩子，刚才差点怎么了？督军，有人想要咱们孩子的命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害得少君不能有子嗣了。什么？督军，我们从夫人刚刚抓的医生身上搜出了军事布防图，说是少奶奶身边的嬷嬷给的。督军，奴婢冤枉啊！带他下去，严刑拷打。我要知道，到底是谁是幕后主使。公爹，这会不会……怎么？你有异议？督军，奴婢受大总统指使入府偷盗军事布防图，少奶奶就是蠢，才给了奴婢可乘之机。嬷嬷，你胡说什么？既如此，来人，将嬷嬷拖下去打死，扔去乱葬岗。少奶奶，不，小姐，往后万事你要保重啊！嬷嬷，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小心！放开我！督军，你为什么要替我挡？因为你是我夫人。放开我！大夫，督军为何还不醒啊？督军，这是外伤加救急，药石无医。如今只能看督军自身的根基与造化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少爷刚刚召集所有人，说决定向南边投降，接受对方整编。什么？他疯了不成？督军还在，他凭什么代表霍家投降？姑娘，不好了！少奶奶和少爷气势汹汹往这边来了，看那架势，怕是要对您不利呀！站住！督军需要静养，夫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静养？林有为，这个时候你还摆夫人的架子呢？这督军府马上就要变天了！督军尚在，你们是想造反吗？我可是霍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父亲重病，理应由我主事。至于你肚子里那个野种，能不能生下来，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林有为，我要让你为嬷嬷偿命！你想得美！为什么我机关算尽，步步为营？为什么到头来还是改变不了命运？
夫君，我听说啊，这怀孕的女人伺候起男人来滋味很不一般呢。反正公姐也用不上了，不如就让她来伺候伺候你。少奶奶，你敢对夫人如此污言秽语？哼，老东西！林有为，爷今天就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把爷伺候好了，爷就饶你一命。畜生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我伺候你，你现在有这个能力吗？顾宝仪没告诉你吗？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碰女人了。贱人，我现在就办了你！那个老东西可护不住你了！我绝不认命，霍少君、顾宝仪，这一世我就算死也要拉你们一起下地狱！督军，公爹，您疯了！这是您的亲儿子，您怎么能杀了他？亲儿子？谁告诉你他是我亲生的？什么？霍少君是我阵亡部下的遗父子，我抱他回府，给他霍姓，给他名分，没想到他竟敢出卖3省利益，肖想继母。这种不忠不孝的畜生，留着也是祸害。不可能！报告督军，和南边勾连的叛徒已经全部伏法。把这个女人和这个孽障扔出府去，从此与霍家再无瓜葛。不，公爹，我是无辜的，都是霍少君逼我的，求你饶过我吧！你们放开我，放开！吓住了？没有，比这更可怕的场面我也经历过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切竟是督军您亲手布的局。从半年前开始，南省总能未卜先知我们的行军路线，我查了很久，但内鬼藏得太深，所以我设了这个局。这个局从酒会刺杀开始，目的就是放出我被女色冲昏头脑，霍家内部不和的风声，逼那条深藏的蛇自己动起来，露出马脚。督军深谋远虑，可曾想到今天的局面？我万万没想到，督军府最大的内鬼是我这个好儿子。威尔，让你和孩子受苦了。为什么？督军，为什么这些事你一点风声都不透露给我？哪怕只是暗示一句。因为我只想让你安心做我的夫人。督军，你替我挡风遮雨，可有没有问过我想不想要这种平安？在这乱世，没有人能永远保护另一个人。威尔，局势太险，你的孩子也不该只有一个能庇护他的父亲，他的母亲同样可以为他撑起一片天。下次别再把我推开了，好吗？我这半生习惯了发号施令，习惯了安排一切，但我会学着改掉20多年的习惯。不容易，但为了你，我可以。如今我获得了这个男人全部的爱，站到了督军府最高处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双喜，等督军回来，把这些给他。姑娘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了吗？督军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小少爷也这么乖巧，你真的舍得走吗？双喜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我以为成为督军夫人，把那些曾经欺负过我的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也确实实现了愿望。可这1年来，我看着这四四方方的天，忽然明白，我要的并不是这些，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别看我现在是督军夫人，我的喜怒哀乐，我的价值存在，依然仅仅基于督军一人之身。不是的，姑娘，督军对你是真心的。督军的真心或许不假，但这份真心是我算计得来的。我希望以后的路不再有阴谋诡计，而是我一步步走出来。可是外面兵荒马乱，您一个人留在这里就不危险吗？别哭了，傻姑娘。我走后，孩子托付给你，等他长大，告诉他，他娘亲不是不要他，是去为像我们一样的人挣一个能挺直腰板活的世道。若看到光明，必回来接他。姑娘，
您放心，奴婢拼了命也会护好小少爷。您一定要保重，一定要好好的。你也是，好好活着。若有机会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世道虽动荡，但我的人生不再困倦于一方天地。此去风雨，我会化星火一滴，汇入洪流，照见真正的天高地阔。他走了。督军，是否要把夫人追回来？不必了，既然他选了他的路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他的家，等他。50年了，威尔，你飞出去了，飞得真高真远。他们说你是第一个女飞行员，是英雄，是榜样。可你怎么连块墓碑都没留下，让我连个磕头的地方都没有？林有为，你好狠的心，50年了，你就连一个梦都舍不得托给我吗？怎么不认识我了？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这次不走了，好不好？不走了，以后就在这儿陪着你。